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特约。今天给大家聊聊保安这个职业遭遇的离奇恐怖事件。首先，第一件事，2003年9月14号，美国伊利诺伊州某酒店流出这样一段监控视频。当晚，许多客人向前台投诉噪音，称2楼传来大声尖叫，是209房间传来的。记录显示，209房间并无客人居住。前台立刻派遣一名夜班保安约翰前去查看情况。约翰来到209门前，从对讲机的录音中，我们可以听见房间中传来尖叫声。约翰犹豫片刻后，敲门询问里面的情况，却无人应答。无奈之下，约翰决定打开房门，用手电进去查看。然而，就在约翰走进房间的一刻，一个白影与他擦身而过，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大家看，这个是20多年前互联网上流传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跟保安有关的灵异视频，真假未知。有人说这是高度剪辑的一个恶作剧，也有自称知情的人煞有介事的说这个房间以前死过人，被酒店瞒了下来等等。咱们之前讲了许多凶宅灵异事件，但大多数都是住户视角，而今天咱们换成保安视角，给大家讲一起怪异事件。最近苦于没有好素材，我准备换工作去当一名光荣的保安去了。经常当保安的朋友都知道，每天坐岗发呆，脖颈酸痛，跑不了。没想到翻私信竟然收到了品牌方投稿的恐怖事情。前几分钟还在催更，品味着视频，消失一段时间后就大变样，原来是被老板吓得催着业绩，精神失常了。索性这次更新拉妙界肩颈按摩仪一把，毕竟这么久了，一直都在支持着我的视频，大家都能过得轻松点嘛。赶巧还有个38节的限定贺卡，大家有需要送礼送人的看一看。算下来我用这个按摩仪蛮久了，我这次过年带着回家按肩背，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它这么好用，我真心觉得应该实现一户一仪，所以也反复推荐给大家。特有的8D 按摩头，从脖颈包围到肩背，捏着紧绷的肌肉，推开酸胀，比那些老得多的长得像按着却没有劲儿的按摩仪到位很多肩背的穴位也按得够准，模式力度不用说了，拿来按腰按腿不在话下。平时这么一背扣上，打个游戏看会儿视频，疲惫就烟消云散了。大家年后返工学习，肩颈腰背酸麻难受，千万要小心，别被颈椎病给标记了。妙界这个按摩仪做得很精，用起来方便，不会麻烦，价格也才一次按摩店的钱，还是划算的。趁着福利价可以去评论区下单，保价大促运费险，1年内有质量问题也免费换新，自用或38节送礼，是很不错的。2003年，一位天涯网友讲述了自己2008年在北方某小区当保安时的经历。楼主在这家小区前后一共工作了4年。楼主说，当年本地论坛上就有很多业主吐槽在这个小区里的恐怖遭遇，但网友们都当鬼故事看，而楼主他则真真切切经历了许多。2008年，楼主从部队退伍，在亲戚的介绍下进入这家小区当保安。保安分为白班和夜班，上白班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划水很轻松，而夜班则会很费心。每次轮到上夜班，保安队长老王就带着新来的楼主到处逛逛，熟悉环境。入职的第1个月，楼主算了算自己一共值了7个夜班，一切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问题。楼主说，这个小区入住率不是很高，其中1到15号楼有70%业主入住，而后面的16到39号楼入住率不到20%。大家想想看，一排住宅楼每到晚上只有星星点点的光亮，大部分的住宅窗户都是黑的，这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楼主说，
在前面15栋巡逻时还好啊，灯光还比较足，晚上巡逻也不会很担心。但是每到16号、39号这个区域的时候啊，因为入住率低、缺少人气，楼主说我总能感到明显的心慌和不安全感。好在工作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习惯了，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入职的第2个月的第1个夜班就出事儿了。晚上，楼主和队长在小区里巡逻，巡完入住率高的那片区域后，拐弯从小路进到入住率低的那片。没想到刚走到16号楼与17号楼中间的空地，楼主的手电筒啪灭了，连续按开关也打不亮。好在队长手里还有一个手电，二人就继续往前走。没想到走着走着，走到24号楼和25号楼中间的时候，队长的手电啪也莫名其妙的坏掉了。当时2个人就有点懵，怎么会这么巧？2个手电今晚都灭了。而且楼主之前说了，他每次夜班巡逻到这一块的时候啊，都会莫名的心慌。楼主此刻有些害怕，2人默默加快脚步往前走。走着走着，楼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压低声音跟队长说：“队长，咱们旁边是不是多了好多人？”可没想到这话刚说出口，队长瞪了他一眼，厉声说：“闭嘴，赶紧往前走。”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楼主说他能感觉到路边2侧余光有好多人影。奇怪的是，你拿正眼去看啊，什么都看不到，就只感觉有黑乎乎类似人形的东西在你眼角边闪过。而又往前走了10多米，此刻身边居然出现了非常细微的说话声和哭泣的声音，而且不是一个人哭泣，从一开始好像有3、4个人哭，到后来越来越多，有男有女。当时那场面就像大型恐怖电影似的。楼主和队长2人强装镇定，低着头加速离开了这片区域。就在此时，路边2侧本就微弱的灯光啪的一下全都熄灭了。灯灭的一刻，楼主和队长再也绷不住了，撒腿狂奔，跑了好几分钟，2人跑到有路灯的地方才停了下来。他们2个谁也不敢回头，不敢说话，径直走回了总值班室。那一天晚上，他们2人再没发生过一句对话，就默默坐在值班室里，没敢再出去。第2天一早，楼主就向队长提出了辞职，没想到队长来了句：“你一个当过兵的还怕这个？”楼主说，顿时身上那种曾经的军人荣誉感出现了。队长这一句话让他在小区里又多干了4年。不过楼主说，万幸的是，自打那天晚上的奇怪遭遇之后啊，他和队长在夜班巡逻就没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儿了，反倒是从其他夜班保安那里听到了类似的情况。楼主说，08年前后啊，全国房价开始上涨，但就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在本地民间传说太多，所以房价涨得相对比较慢。但由此有一个好处，就是好多人啊，因为它便宜过来买房。这就是咱们之前经常开玩笑的一句话啊，什么鬼也没有我们穷鬼可怕。慢慢的，小区住户多了起来，小区里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开始建造。时间过了半年，小区地下停车场建造并规划完成，准备开始向业主出售。地下停车场自然也成了他们新增的夜晚巡逻点。没想到在地下停车场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天晚上，楼主说他先巡逻到外面的住宅区，然后按照路线进入地下车库巡逻。下地下前啊，楼主特意调试了一下对讲机啊，信号很正常。没想到他走到地下车库中间位置时，突然一股寒气笼罩了全身，瞬间感觉身上凉意四起，头皮发麻。半年前的那种感觉又出现了，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可几次回头看，发现地下停车场非常空旷，什么也没有。楼主定了定神，告诉自己别瞎想。此时，突然一个女声从身后传来：“有人吗？”声音不大，但语气非常奇怪，让楼主再次周身发冷。楼主被吓了一大跳啊，心想会不会是哪个女业主迷路了？可回头望去，四周依旧空无一人。是谁？请问是哪位？楼主连喊了好多声，除了自己的回音，没有任何声响。楼主拿出对讲机想和同事聊天壮胆，可喂了半天，那边没有丝毫反应。就在此时，
有人吗？轻微的女声再次出现。更为离奇的是，这次的声音啊，又是从楼主的背后传来，而且感觉就在自己身后几米的位置。楼主说，这一次听见的声音啊，是在自己转身发现没人后的后面发出的。就是说，这第二次声响啊，是在第一次的自己的正面啊，等于他前后2个方向分别传来过女声。这时，楼主再一次转身，可怕的东西出现了。楼主无意间瞥了一下墙上的倒车凸面镜，里面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色旗袍的女人，突然站在自己身后，一脸哀怨地看着自己。楼主说：“我吓得手脚发软，回过头去，什么都没有啊！再回过来看凸面镜，镜子里还有个女人站在我身后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等于说这个家伙只有在这面镜子里能看到。”就在此时，手里的对讲机突然传出一阵尖锐凄厉的笑声，啊！给楼主吓得一激灵，把对讲机甩了出去，撒腿就跑，一路跑到了外面的地面上，跑回了值班室。楼主回到值班室，坐在屋里惊魂未定，砰的一声，门被人推开了，给楼主吓得骂了一句脏话，从椅子上啊窜了起来。没想到是其他3个值夜班的同事冲了进来，问楼主你怎么了？此时这3名同事向楼主讲了刚才他们3个的遭遇。3位同事说，楼主在车库里用对讲机向他们3个喂的时候，他们都听到了啊，也回答了，但发现对讲机那头楼主没有动静。3个人决定分头到车库里寻找楼主。更为恐怖的是，这里就比较刺激了啊！3名同事都声称在车库里遇到了身穿黑袍的诡异女人。第2天，楼主等人把遭遇向物业领导汇报了。但是领导派人调取了当晚地下停车场的录像，发现楼主在内的几名夜班保安惊恐逃跑的画面都录了进去，可唯独没有看见所谓的黑袍女。看完录像啊，领导让楼主等几个保安出去，别乱说，物业这边想办法。过了1个礼拜，有几个买了车位的业主深夜回家，也声称在地下车库遇到了黑色旗袍、面无表情的女人。好几个人不约而同跑到物管来闹。楼主说，物业公司啊，请师傅来处理啊。师傅叫物业把地下停车场的柱子都刷成红色，然后还在几个他规定的柱子上挂上了八卦镜。说来也邪门，楼主说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声称看到什么黑衣女人。即便如此，从那之后啊，楼主和保安队员们也没人敢深夜去地下车库巡逻了。当然，物业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这件事情过去了。之后，楼主说解决了黑衣女人的事情后，我们保安队过了1整年的安稳日子。这期间，队长老王离职了。他离职前啊，把楼主推荐给了物业领导。楼主说自己成为了保安队的新队长啊，工资还涨了1000块。可没想到，不知是不是楼主命衰，他说就在他刚做到队长位置不久的2个月，小区里又出事了。那是清明节前的一天深夜，小区22号楼503的男业主打电话投诉，说有人在楼道里唱歌影响休息。他们猫眼里观察，开门观察，发现楼道里啊均没有人。于是壮着胆子根据声音的方向来到楼梯间，上上下下查找，也没找到唱歌的人。楼主叫上2个同事来到22号楼，想去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他们3名保安刚走到22号楼楼下，就听见了咿咿呀呀的唱戏声。楼主3人拿着手电筒走楼梯上楼，准备前往5楼。可就在他们走到4楼到5楼的中间的楼梯间时，3人同时看到5楼的楼梯口有一个女人正默默地站着。楼主几人将手中的手电照向对方，开口问：“你好。”楼主的声音把楼梯间的声控灯都点亮了。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声控灯亮起的一瞬间，前一秒还站在那里的女人，随着灯光的亮起，瞬间在他们眼前消失了。楼主身边的同事都吓傻了，靠在墙上问：“这怎么回事啊？刚刚那个女人是谁呀？”3个人啊，面色苍白，心里打鼓，硬着头皮继续往上走，可再也没看到那个女人。此时更恐怖的事情出现了，楼主3人看没事准备下楼
4楼、3楼、2楼，走到2楼时，他们背后突然又传来咿咿呀呀的唱歌声。3人互相对视一眼，决定反身去2楼楼道里看一看。没想到刚走2步，又看到那个女人还是一模一样的表情看着他们3个人瞬间吓傻了，拼了命的往楼下跑，跑到大楼外才缓了一口气。第2天夜里，还是22号楼5楼的业主给保安打电话说又有女人唱戏。当然啊，这第2天夜晚不是楼主值夜班，他是后来听同事们说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这晚的值班保安都听说楼主他们3人昨天的事了，所以谁也不愿意去22号楼查看情况。领导得知此事后也没办法，只能打电话报警。据同事们说呀，保安带着民警去的22号楼，但情况和昨天差不多。他们走到楼下时就听到女人的唱歌声，走进楼梯之后，唱歌声就戛然而止。不同昨晚的是，这晚啊，民警带着保安上楼，他们在楼梯里没看到什么所谓幽怨的面无表情的女人。但是之后的几天，最可怕的消息传来了。民警后来走访了该楼的住户，却发现整个22号楼的5楼只有1户人家居住，是一个老太太，不是那个所谓来电话投诉的503的客户。当民警问起深夜唱戏的事时，这位老人说：“我从来没听到什么唱戏声啊。”同时，民警从老太太口中得知，给物业打电话说走廊有唱戏声的那个503业主，1年前他们家都搬走了，好像是他们家的男主人出车祸去世了，老婆孩子就搬走了。而保安队这边肯定地告诉民警，打电话投诉的人就是自称自己是22号楼503的男业主，怎么会无人居住呢？为此，物业领导翻出了503业主的电话进行核实，确实503的男主人1年前车祸去世了，这家人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把房子租给任何人。那个所谓的503的电话早就换掉了，此事无法解释。最后，楼主说，物业领导给楼主在内的几名保安啊，各发了1000块钱的安慰金，说白了就是一点封口费。再之后啊，楼主又在小区里工作了很久，直到2012年他辞职了。楼主说，因为辞职之前他遭遇了一生之中最恐怖的一件事。22号楼唱戏的事情发生后啊，这个小区里的居民一时人心惶惶，事情越传越邪乎，许多租户退租了，有条件搬家的业主也都陆陆续续搬走了。网上也出现了很多同城的网友发帖说小区闹鬼。楼主说，之后那段时间，他夜晚几次巡逻时，都远远的看见一个黑影，走近之后，这个黑影就不见了，也不确定是不是晚归的业主啊，我自己吓唬自己。直到后来的一天，楼主又远远看到一个黑影，但这次这个黑影和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个黑影好像在做着什么奇怪的动作。楼主走近一点，拿手电照过去，结果这一照把他吓个半死。只见那是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趴在地上，用手冲着楼主面前的空地。楼主安慰自己，是不是小区的业主喝多了啊，受伤了，就赶紧跑过去问对方需不需要帮忙。可他抬脚往那个女人身边走时，意外发生了，一个黑影啪从天而降，刚好砸在了那个女人手指的方向上。紧接着一声闷响，噗！楼主被突如其来的黑影吓了一跳，定睛一看，那个趴在地上满脸是血的女人不见了，而扑通摔在地上的黑影流出了许多黑色的液体。楼主发现是一个人，这个人他身子一抖一抖的，很快满地都是鲜血。楼主这才意识到是一个坠楼的业主。楼主吓得乱跑乱叫，把附近的居民都吵醒了。楼主说自己当时疯了，神志不清，同事们给他叫了救护车，还报了警，去医院住了好多天。后来楼主从同事那里听说跳楼自杀的女人啊有抑郁症，白天刚出院，回家了，晚上就轻生了。楼主出院后啊，说什么也不干了啊，这4年的工作呀太恐怖了，我赶紧走吧。临走前，物业又给了楼主1万块钱所谓的封口费。楼主说自己本没打算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只不过在网上看到有太多人绘声绘色的描写这个小区出事的故事，所以他才下定决心写了这个帖子。离开那个小区之后啊，楼主说他不管到哪儿啊，都再也没遇到过奇怪的事，所以一切问题根源啊，肯定就在那个小区。以上啊，就是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天涯论坛灵异帖。
保安灵异事件。楼主说自己的小区啊，在北方某沿海城市啊，有网友说是天津，有网友说是大连，还有网友说是青岛。更要命的是，每个沿海城市的网友都能说出自己当地有某某某小区和故事里发生的事儿对得上啊，经常出问题什么。看起来啊，咱们全球鬼楼巡礼系列啊说的对啊，全世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个地方被大家盛传闹鬼。真假未知。好，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啊，我要去值夜班了。还要说一句啊，妙界肩颈按摩仪用着真不错，大家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自行下单。谢谢大家，我是保安邓肯，咱们下期见。月月，月月看妙界肩颈按摩仪，月月的最爱，给月月按摩。舒服吗，月月？月月翘尾巴了，很舒服。哎，还要打死月月。月月舒服的叫了。